电影《华尔街之狼》里，他把整捆现金卷成吸管，开游艇、开派对，演的是一场停不下来的狂欢。但是电影没有告诉你的是，这一整场派对的钱是从1500个普通人的账户里骗来的，加起来大约2亿美元。更麻烦的是，他当年用的那一套手法，今天换了一个名字，还在割你身边的人。这一集我们不讲电影演了什么，我们要拆给你看的是这一套骗局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以及你要怎么一眼就认出它。先给你一点背景，1989年，一个叫 Jordan Belfort 的人在美国开了一间证券公司，叫 Stratton Oakmont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牌，像是名门出身，这是故意的。真相是，它就是一间设在郊区办公室的电话销售公司。最风光的时候，这里久了超过1000个营业员，每天打出上千通陌生电话。他们不卖你听过的好公司，他们卖的是仙股。一股只要几毛钱，没有人关注，价格随便就能被少数人推动的小公司的股票。为什么挑仙股？因为便宜的东西最容易被一小群人推着涨。记住这4个字，整套骗局都建立在上面，便宜好炒作。好，这就是整集的核心。所谓的拉高出货，英文叫 pump and dump， 拆开来其实只有4步。第一步，吃货。庄家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，用很低的价钱悄悄买进一只仙股的大量股票。这时候股票很冷，成交很少，因为根本没有人想要它。第二步，灌单。接着，那上千支电话开始动工，营业员用同一套话术打给散户。这一支即将大涨，有内线消息，名额有限，今天不买，明天就没了。一通一通把散户的买单灌进去。第3步，拉抬，买单冲进来，股票就被一路推高，而这个涨势本身又变成了最好的广告。别人看到它在涨，更想跟进，越涨越多人买，越多人买又越涨，梗做一个自己动自己的泡泡。第4步，出货。就在冲到最高，散户最兴奋的那一刻，庄家把自己手上那一批几毛钱买进的股票全部抛售给市场，股票瞬间崩盘，散户套在最高点，而庄家早就把钱赚走，先一步离场了。整个过程，散户以为自己在参加一场狂欢，其实他们就是那个被出货的对象。电影里那些美酒跟游艇，买单就是这么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么明显的话术谁会信？答案是很多人，而且都不笨。因为这一套剧本攻击的不是你的智商，是你大脑天生的3个设定。第一个是稀缺感，一句名额有限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只要你觉得会错过，理性就先下线了。第二个是权威感，对方自称华尔街券商，讲得头头是道，爆出一堆数字，你的大脑会自动把听起来很专业翻译成值得信任。第3个是从众，当你看到股票真的在涨，别人真的在买，你会想这么多人不可能都错。但在这套骗局里，那个涨本身就是设计出来的陷阱。稀缺、权威、从众，这3个暗局不是 Belfort 发明的，是人类共有的。所以真正的防线从来不是 concrete 聪明，而是我认得出这3个暗局被按下去的时候。那 Belfort 后来呢？电影停在他被抓，但真实的故事更让人意外。1999年他认罪，罪名是证券诈欺跟洗钱，法院判他赔给受害者大约1亿1000万美元，并且坐牢4年，实际上只关了大约22个月。出狱之后他做了什么？他成了一个销售激励讲师，这套处开课出书，教人怎么把话讲进别人的心里。没错，当年那一套打电话的话术，现在被包装成正能量课程在卖。而那1亿1000万的赔款，这么多年来争议不断，很多受害者实际拿回来的远远不及他们当年的损失。这就是电影没有演完的部分。对骗局的主谋来说，最坏的结果可能也只是换一个舞台继续说话，但是对那1500个人来说，那一笔钱是真的回不来了。这里要讲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，监管。很多人以为有了 SEC， 有了金管会，这种骗局应该很快就被抓。但现实是 Stratton Oakmont 风光了将近10年才被关掉，原因很现实。第一，调查需要证据，而电话里的话术不留纸本，等你查到，钱早就花光了。第二，
仙股市场太边缘，单笔金额不大，容易被忽略。要等到受害人数累积到够多，声音够大，案子才会被认真看待。第三，骗局演化的速度永远比规则修订的速度快。所以你要建立一个观念，监管是事后的，它保护不了已经把钱汇吐出去的你。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在汇款之前，能不能认出眼前这一套剧本。现在进入最重要的部分，这一套4步骤的骗局，今天还在不在？在，而且活得更好。因为网络让那上千支电话变成了零成本。过去要租办公室养1000个营业员，现在一个 Telegram 喊单群，一个 Discord 频道，就能同时对好几万人灌单，话术一模一样，内线即将起飞，名额有限。你看那些一夜爆红又一夜归零的迷因币，那些上线当天拉到天上，创办人立刻把资金池抽钱跑路的 Rug Pull， 股价都是同一套，先吃货再灌单拉抬，然后出货，连被出货的对象都没有变，还是那个看到再涨就忍不住跟进的散户，差别只在于当年要打一整天电话，现在只要发一则限时动态。别以为这只是国外的事，把场景换到台湾，你会觉得更熟悉。那些在赖群组里免费报名台的标股老师，那些主打即将上市，现在出手最便宜的未上市盘商，那些成交量小到随便就能被拉动的低价股，这套剧本的影子全都在。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他们都在按你那3个暗曲：限量、权威，大家都在赚。然后引导你去买一个流动性很差、价格很容易被少数人炒作的东西。我不是说每一只低价股、每一个社群都是骗局，我是说，当便宜、好炒作，又有人拼命叫你快买，这3件事同时出现的时候，你应该听见警报。最后给你3个能当场就用的讯号，帮你认出这套剧本。讯号1，有人替你制造急迫感。真正的好机会不怕你慢慢查，只有骗局才需要你现在、立刻、马上。讯号2，报酬被讲得很确定，风险却没有人提，把稳赚、保证挂在嘴边的，通常正是风险最大的。讯号3，你被叫去买一个你查不到又很难变现的东西，越边缘越难查，越好炒作，那不是机会，那是别人准备出货给你的地方。这3个讯号，任何一个亮起来，就先把钱包收起来。华尔街之狼最值得记住的，不是那些美酒跟游艇，而是这一句话：当一个故事好到让你忘了问风险，那么故事本身可能就是风险。我是 Aries， 如果这一支影片让你少踩1个坑，把它分享给那个正在群组里听名牌的人。这里是财经无界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